如果 ETS 做得很好了，那可能就不一定需要高铁，或者可以跳过10年后去做下一版的高铁。江乐哥呢？你希望信荣高铁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吗？你怎么看？当然希望，但是要一步一步来吧。见什么我们都很期待了。就这么多年了，我从学生时代就听了，那现在已经这么老了，我还在期待吗？我们不可能说对一个缺少保安、缺少安全的地方会做入更大的投资。其实柔佛是最安全的，就柔佛是最熟悉、最安全、最接近的。但是新加坡人还记得10年前那个壁画，这转角就看到警匪哦。这个时代是新加坡发现东南亚的时候，那么柔佛就是全东南亚，对新加坡人来说最安全的地方。西马两国领袖签署了设立柔新经济特区的谅解备忘录，预料好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了。大家都很期待这个特区能够带来更多投资和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可能要热起来了。不过，很多人已经感受到物价先热了。欢迎今天的嘉宾，马来西亚的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刘振东东哥，以及新加坡前贸工部政务部长张思乐乐哥。最近不少新山居民都说呢，物价涨得快，有人还说呢，跟新加坡差不多了。那东哥，您是柔佛州议员，也是国会议员，我相信你接触的选民也多，他们有没有跟你这么反馈呢？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马来西亚薪金太低了。马来西亚过去雇主都只是愿意付可能新加坡1/3的工资，然后马来西亚大量的使用，特别是孟加拉和印尼的外劳，所以工资压得很低。结果马来西亚人呢就到新加坡工作，我们有110万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本地银行最近有发布一个最新的调查，新加坡人到新山消费刷卡消费的次数是翻倍，但是呢每次的那个花费的金额却缩水了。问一下乐哥了，你本身也常带一些商团到新山去考察，是不是显示新加坡人便宜才买呢？最近跟朋友一起过去，他们也是买的越来越多，也带动一下那个柔佛的经济嘛。然后另外一点是，可能新加坡的商家现在有比较懂了要竞争，去争取，可能有一些物品基本上之前都是到 Johor、JB 那边去买，可能现在反观，可能新加坡他们有一些出路，能买得到更便宜的一些货品或货物。所以东哥，你觉得说这个经济热、物价涨，它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吗？它是不是跟这个柔新经济特区有关联的？我看那个物价，它看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价钱呢，就是你很难说就是物价都涨，因为总体来说，通货膨胀率是过去这2年是降下来的。关键是怎么样让柔新经济特区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关键可能不是纯粹在于消费，关键在于供应链的安全。疫情以后，现在的企业他知道说会有疫情，会有战争、水患啊、气候转变啊，有风灾啦，有金融危机，特别是供应链安全的整合。也因为有20年的时间，全世界的投资大部分都往中国去。可是现在大家开始想到说要怎么样分散，不要把全部鸡蛋都放在中国，所以其中好一些鸡蛋放了来东南亚，而放在东南亚科技比较高端的地方呢，就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而柔新经济特区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这些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主要都是靠外资，而且我们的想法都是说，技术都要靠外资，但是实际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有好一些本地企业，本国的企业。其实他们的技术水平相当高的，它可能没有华为那么高，但是实际上用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其实就有了。所以今天怎么样促成更多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 multinational， 有一天10年后、15年后、20年后，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或者亚细安可以有亚细安的华为、亚细安的这个 TSMC 台积电，或者亚细安的 Samsung 这样这个如果往这个方向去呢，我们柔佛跟新加坡的整合就能够走得很远。江乐哥问你一下，经济成长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都受益？这要分配财富吧。你经济成长之后，然后的问题是在就业机会足够吗？因为有经济增长，你有这个就业机会，你这财富的分配要均匀，就是说也要达到一些比较需要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政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这个经济特区，我觉得在就业方面，在企业发展方面都是会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然后也会给予很多企业家很多的这个机会。就双边，不只是新加坡这方面，跟马来西亚的企业一起合作，把我们的自己的一些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壮大，然后可以跳出去嘛。我觉得这个 SEZ 这个经济特区也算是可以是一个跳板，不只是意味着在里面投资内部看，要从往外看，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这个 integration 这个连接是非常重要。说到人民真正受益了，我们就必须要看一些实际的成绩。柔佛摄政王呢，他9月份他就公布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包括无论是 GDP、投资额、税收都创下新高。这样东哥你怎么解读？你认为柔佛的经济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怎么看？对，柔佛经济肯定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它现在因为有经济特区，所以大家都在关注柔新经济特区呢。只是说我现在觉得说我们现在避开历史的过去的经验。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是第3次柔佛跟新加坡尝试整合经济。第一次呢是1989年，当时的副总理吴作栋先生提出说，CIJORI 就是新加坡、柔佛、辽内群岛。为什么最后无疾而终呢？因为到了1994年，新加坡发现苏州更加特别，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到苏州去，所以新加坡到了中国。第2次呢是2006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推出伊斯干达特区，所以当时看起来是有机会整合的很好的。可是呢，马来西亚到后来就是都在搞房地产，所以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那这一次我觉得是因为有大的时代的背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政府都清楚的知道全球环境改变了，所以我们需要整合。我觉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我们能互补，新加坡可能在技术方面、科技研发开发方面、资源投资方面，我们有自己本身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跟他们接触过的企业家非常有胆识，那视野非常广，我觉得这方面可以互补，是一起来做一个可能撮合一些企业，一些比较有潜质的企业在一起。然后这些他们的一些企业家能带动他们企业，把它促成一个跨国企业，然后真能跳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东哥，有一些公司跟我们反馈说，他们的科研还会继续集中在新加坡，不过因为柔佛有资源，包括土地跟人力，所以会转移到那里去。其实越来越不能够这样子想，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美国跟中国的所谓分工来看其实最后就走不下去了。第二呢，现在 AI、无灯工厂、细灯工厂，还有这些等等的自动化科技呢，它可以已经让一些企业直接在新加坡操作了。我相信以后将会有好些新加坡人可能会到柔新经济特区工作，但是还是有一些新加坡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或者他们技术有待加强。当然，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有这些政策嘛，配套，然后帮助他们，然后培训又在培训，Skill Future 就已经维持了很久了，所以训练已经是成为每一个就是员工的每一个国人的一部分嘛。那你觉得我们有望在2030年达到就是说全球的第4大经济体吗？其实那个第3大、第4大那个，我觉得不是关键，关键是今天亚细安或者东南亚国家有没有中产阶级。如果我们可以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呢，东南亚就不再只是制造业的基地，东南亚本身就是一个市场。20年后，如果东南亚大家没有富起来这个区域就很危险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 Gen Z 的抗议已经开始形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要让东南亚富起来。典范是中国过去20几年的经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中国只有1亿人口，算的是中产阶级。今天中国有4亿到5亿人口是中产阶级，它那个消费能力很大。这个柔新经济特区到目前为止以科技为主了。马来西亚它的地段有一些优势是新加坡我们的所没有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优势跟一些力量也能促成很大方面的一些合作跟综合的一些服务。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能看得到企业开始投资的话，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就业的一些工作岗位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技术，需要怎么样去培训，然后慢慢以这个为主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企业它会用一些什么培训计划啦，跟我们的一些就是工会啦也合作，然后慢慢的把它训练，就是他们训练好了之后，它有这个平台，就那个双边的去有一些就业机会，哪一边都好，在新加坡也好，在JB也好。可能以后的那个科技的发达，你就真的不需要说到柔佛经济那边工作，但是你做的那些项目都是在那个特区里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都是很期待整个发展。最重要是政策跟那个执行要一致嘛，你政策执行一致，你透明度就高，透明度高，给企业的那个信心更大。我们也面对着越南、印尼这些国家积极的吸引外资进来，那新马要怎么样保持那个竞争力啊？常常我们会面对这样，比如说现在有人来跟我说，他说：“哎，这个越南给我什么？”我说：“哎，如果越南好的话，你去越南，不用来马来西亚。”我马上拒绝他。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是需要税收的啊，我不能够大家互相恶性竞争嘛。部长，那个税务的那个优惠，其实对于商家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投在企业就是投资在科技这方面，需要一段时间的，是才有回报。如果有一些政府的资源啊，是，然后一些优惠，我觉得在这方可以带动很多。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慢慢向新加坡政府学习，就是那个税务减免呢要更加专注在真正能够带动全面的科技企业。带动科技，但是不纯粹是谁来我们都可以讲义。是的，是的。经济势头要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必须要跟得上，特别是交通了。新马陆路关卡呢，我们每天大概有超过40万人次的出入境。现在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新柔地铁系统啊 ，RTS， 它的进展如何啊？2027年1月1号12点要开动，目前是这样的规划。而我也相信时间表跟得很紧，也应该是可以在准确的时间完成。我们留意到呢，双轨电动列车和 ETS，它8月份呢已经从吉隆坡开到了居銮哈，对，年底还会南下到新山，是不是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新荣高铁的一个替代方案呢？如果 ETS 做得很好了，那可能就不一定需要高铁，或者可以跳过。10年后去做下一版的高铁，可能就不用局限在现有这个时代的技术，它可能可以跳过下一个时代的时候，10年后它可能技术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到时候再来看这个问题。不，短期内的话有 ETS， 然后把 ETS 的那个效果发挥的最好，那我觉得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也有提出说，就是如果 ETS 好了之后，全部电气化了，政府有可能考虑。就是要在新山一直到古来，甚至可能到居銮呢，做城市的这个铁路。就是如果新山跟居銮1个小时内可以抵达，然后它另外有一个城市列车。这样乐哥呢，你希望新荣高铁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吗？你怎么看？当然希望，但是要一步一步来吧。见什么我们都很期待了。这个就这么多年了，我从学生时代就听了，那现在已经这么老了，我还在期待嘛。所以如果能实现第一个愿景，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然后我们从那里就慢慢开始，慢慢摸索。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讲说要由私人来发展嘛，所以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不考虑，是因为没有人去投标嘛。因为它那个成本肯定很高嘛，因为它涉及说土地征用，它也涉及这个技术，涉及列车，涉及rolling stock， 所以这个成本我想可能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企业私人企业愿意完全承担。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喘气空间嘛，你就马上先看 ETS 能够到什么程度 ，RTS 可以到什么程度，然后有没有可能在新山到居銮的城市列车也把它做起来。是很直接的，那就是你今天的整合是新加坡跟新山的整合，而不是新加坡跟吉隆坡马上的整合。那这个我觉得从实际的效应来说，还有从柔新经济特区的思维框架来说也是好的。就是今天如果新加坡跟新山、新加坡跟居銮它都能够整合起来的话，那对新加坡、对新山都是好事，对柔佛也是好事，对马来西亚肯定也是好事。
那我们的经济成长带来了机遇嘛，也带来了新挑战。大家也关注安全、秩序，还有政治的稳定性。在柔佛州的警察总部呢，它在9月发布一个报告指出，柔佛州的人口超过600万，跟新加坡差不多，但是呢，它的警力相对的不足，还得应对跨境的犯罪挑战。那在柔新经济特区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有不利于这个发展呢？马来西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它的很多的资源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很多的控制权是集中在中央。吉隆坡、雪兰莪肯定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引擎，它是一个很大的集群。但是半导体科技是槟城跟吉打南部居零，所以那个集群是在目前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情况底下是一个很重要的集群。然后柔佛跟新加坡的这个经济特区也很重要，还有沙巴、沙劳越，尤其沙劳越在再生能源在这些方面，原料啊、矿物啊等等，它的这个资源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引擎。所以我对未来的想法就是说，马来西亚未来是应该要有4个经济引擎，所以我们今天马来西亚需要一个思维上转变。这思维上转变就是怎么样认真的把大兴山当作是马来西亚的第2经济首都。所以你是觉得说联邦政府应该多重视新山啊？他迟早要接受说呢，就是说未来经济是4个大的区块，然后柔佛呢以后它应该会变成是一个有点像墨尔本、大阪或者是釜山的这个角色，这样子呢，后面这些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这样乐哥你怎么看它？有一些担忧，有一些担忧，但是我们基本上如果要有这样的合作跟平台的话，需要给他们时间了。柔佛政府、州政府或者吉隆坡方面，他们那个应该会对待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吧。因为你要设立这个经济特区的话，你需要放入一些很大的资源。刚才部长也说了，就是供应链的整个保安这个流程、整个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对企业来说，我们不可能说对一个缺少保安、缺少安全的地方会做入更大的投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谈对新加坡人来说其实整个东南亚对新加坡人来说，其实柔佛是最安全的。但是新加坡人还记得10年前那个壁画就转角就看到警匪所以我说今天其实是这个时代新加坡人也要抱持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时代是新加坡发现东南亚的时候，因为新加坡人要到美国去现在也不容易嘛，你要到英国去也不容易嘛，英国你在街上也会被抢你到澳洲去你也不一定受欢迎我觉得这个时代如果新加坡整个社会说这个时代是新加坡发现东南亚的时候，那么柔佛就是全东南亚对新加坡人是最安全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很关心的政治的情况了，马来西亚大选快要来了嘛，还有很久，可能2年了，2年也可能提早大选也有可能。以前那个威尔士首相，英国首相说 ，A week is too long in politics， 1个星期就很长。这样怎么确保这个柔新经济特区不会在这个政治周期下受到影响呢？我想，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政府，包括跟柔佛苏丹，包括马来西亚的所有的朝野都很清楚知道说。柔佛跟新加坡经济整合的越好，对新加坡好，对柔佛更好，对马来西亚好。最重要要做的是把这个共识变成，让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起在全球多变的年代里面呢，能够得到好处。马来西亚政治我也觉得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秩序呢，它可能可以走2届到3届选举。马来西亚现在是2次起飞的机遇，我们也希望这个2次起飞是不只是马来西亚，也是亚细安，也是东南亚的。看来柔新经济特区不只是经济计划，而是2国携手共赢的开始。感谢2位的分享，小弟受教了。欢迎您在下方留言，感谢您的收看。